这是舒曼梦幻曲的最后段落，用的是雅典娜内建的 German Grand One 音色。这个曲子最后有一个跨度非常大的附属和弦 G7， 两手都要跨到10度啊，这样就是这么一个和弦，让这首曲子在过去对我来说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直到今天。大家好，我是还在学音乐的阿孔，欢迎来到全世界第一台窄件数位钢琴 Narrow Keys Athena NK 5.5 的开箱评测视频第2集。还没有看过第1集的朋友，赶快去看哦。有了这台雅典娜，小手弹10度再也不是梦想了。我们知道，在普通钢琴上，一个8度的距离是 6.5 英寸，在这台雅典娜上呢，一个8度的距离是14公分，就是相当于 5.5 英寸。就是这么小1英寸的差别哦，让一切都变得不一样了。就拿我这台卡哇伊 CA701 数位钢琴来做对比，我在普通钢琴上只能弹到8度，左手比右手跨度大一点，撑一下也只能到9度。基本很多曲子都无缘了，至少是不能弹得很好听吧。但是在雅典娜上，我不但弹8度的时候，整个手是非常放松的，9度也很轻松，10度同样没有问题。撑一下的话，我甚至还能够到11度。只要一双手能跨到10度，那可以说钢琴这个乐器对你来说就不是一个危险的乐器，因为你的疲劳和受伤几率会大大降低，自信及成就感会大大上升。退一步来说，有些女孩子在普通钢琴上连8度都没办法弹，而这样一台窄件钢琴可以让她们很结实地弹好8度。你想想，这对她们的音乐梦想会是多大的一个鼓励。好，接下来我要继续为大家试弹这台雅典娜。不过在这之前，我想先聊聊窄件钢琴的行业标准是怎么来的。许多西洋乐器都会依体型、臂长或手的大小而区分不同尺寸，但钢琴键盘却只有一种尺寸。你有没有想过这是为什么？在钢琴300多年的历史里，随着人们对音量及音响效果的追求，琴键的宽度其实是在逐渐变大的。18、19世纪，当时琴键有各种尺寸，一个8度的距离从125到170毫米不等，也就是相当于 4.9 到 6.7 英寸。一直到19世纪中后期才固定下来。现代钢琴的8度距离是164到165毫米，也就是 6.5 英寸左右。对手小的人而言，在标准的钢琴上弹奏是一件很困难的事，而且会大大限制你的发展上限。这里有一份2015年针对473名钢琴弹奏者手张开的尺寸与其演奏水平相关的研究。首先可以看到，女性的手从平均数来看，明显要比男性小了整整1英寸，也就是 2.54 公分啊。然后手张开距离在 7.9 英寸以下的人，基本没有人能成为职业演奏家。也就是说，从概率上来说，一半的女性基本与职业演奏家无缘了，至少是相当困难吧，可以这么说。然后 7.9 到 8.7 英寸这个区间是有职业演奏家的，但是他们总是抱怨自己的手太小。至于职业群体里那些世界知名的钢琴家，他们的手几乎都落在 8.7 到 10.3 英寸。我的手张到最开是 7.9 英寸，刚好是女性的平均数，在男性里算是非常小的手了。结合这张图与我自己弹琴多年的经验，其实很多事都不需要说明了，我感觉。2018年 David Steinberger 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成立了 DS 基金会，旨在为非主流的钢琴键盘尺寸提供一种世界标准，由此不管是业余还是职业钢琴弹奏者，都能在发挥出自身完整的音乐潜力的同时避免受伤，进而自信地进行演奏。网站上有很多资讯，英文好的人可以自己去看一下，我会把连结放在影片说明。总之，在与许多大学和机构进行过严谨的科学研究后，他们设立了所谓的 DS 标准。一般市面上的钢琴是 DS 6.5， 也就是一个8度距离是 6.5 英寸。另外2个更适合小手成年人的尺寸是 DS 6.0 和 DS 5.5。我买的 Athena NK 5.5 就是这个 5.5 的尺寸。还有几个更小的尺寸，但那是为儿童而设计的，这边就暂时不讨论了。这个标准现在有一群人不遗余力地在推行，其中一个组织就是这个 PASC 非主流键盘尺寸钢琴家。这里是除了 DS 基金会以外，有关窄件钢琴资讯最详细的一个网站了，上面也有很多其他相关网站的连结。如果你对这个主题有兴趣，强烈建议一定要来看看。
我感觉这个圈子其实不大，他们彼此之间也有一些关系。比如这个 Pasq Piano 的主要成员，同时也参与 DS 基金会的运作。包括我买的这台琴背后的公司 Narrow Keys， 老板 Linda Gould 就是全世界第一台符合 DS 标准的键盘的用户，装在他的雅马哈平台钢琴上。好，经过上面的简短介绍，大家对窄键钢琴应该多少有一些概念了吧？话不多说，我现在就在雅典娜上为大家试弹一些曲子。那我首先能够想到的就是那些频繁出现8度和弦的作品，比如这首 Lee Galloway 改编的 D 大调卡农，这个是它的后半段。我刚才用的是它的 German Grand 2音色。对于弹惯普通钢琴的人而言啊，在窄键钢琴上还是需要一些时间适应的，特别是这个8度的距离感需要重新找一下。不过当你弹习惯之后，你就发现哇，弹琴怎么是这么轻松的一件事情啊！这首卡农我以前弹完真的是2手都又酸又累，那现在完全没有疲劳的感觉，这种感觉真的是太好了哦。然后那种横跨10度，过去都不敢挑战学习的曲子，现在也变成可能了。比如这首德弗扎克幽默曲中间的这一段。最后的结尾有连续4个10度的和弦哦。首先是这个6级降1半减7和弦，然后降 A 附属和弦，5级降 D7， 然后回到1级。每个对小手来说都是坑啊。那我以前就只能把和弦拆开来弹，就是分解和弦，但是这样就不好听了，对吧？那现在除了这个降 A 附属和弦，我还得拆一下之外呢，那其他都可以直接弹了。那刚才弹卡农啊，卡农的作者约翰帕海贝尔其实也有很多其他优秀的作品，其中有一套 Hexachord Apollonius， 中文应该是翻成阿波罗的6弦琴，一般是给管风琴或是大键琴演奏的啊。里头的第5咏叹调 Aria Quinta 是我很喜欢的作品。我现在就用琴的62号管风琴音色来演奏它的第4变奏，这里头就有几个10度的分解和弦。管风琴的发声原理不同于钢琴，它的声音是可以持续的，比较像管乐器哦。但是声音的延续必须靠手指按住琴键来实现，所以像这种跨度比较大的和弦，还有这个
如果手不够大的话，声音就容易断开。那雅典娜就解决了这个问题。那现代音乐也是一样，现代音乐很喜欢使用10度的分解和弦，就算你在普通钢琴上可以弹，但是在雅典娜上弹还是会轻松很多的哦。比如我之前弹的那个理查克莱德门的《梦中的婚礼》，还有那首 Illuma 的 River Flows in You， 对吧？总之，有了这样一台符合 DS 5.5 标准的窄件钢琴，让我的练习和弹奏都变得非常的轻松啊！这种体验真的是太好了哦，真的有一种回到家的感觉。然后我看过很多手小的人啊，不管是男是女，特别是职业钢琴家，当他们在音乐上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之后，往往会鼓吹一种态度，那就是如果你的手很小，你就应该更努力的练习，更努力的去扩张拉伸你的手啊，去适应这个乐器。你是不是也听过这种说法？不要让小手限制了你，没有什么不可能的事。我不是要批评奋斗精神啊，我觉得积极向上的精神是要肯定的。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啊，这种态度其实也很说明问题。那就是我们如果要求一个人付出如此巨大的努力，但是其中很大一部分都仅仅只是为了去适应乐器本身，那我觉得对一个人这个音乐上热情的消磨，或者是职业生涯付出的代价，是不是有点太大了？我觉得一个人付出的努力啊，更多应该是用在音乐性，用在演奏技巧和音乐知识跟涵养上面，这样会来得更合理一点。这就像一个30号脚的人，由于市面上只有38号鞋，被迫穿着不合脚的鞋参加比赛，然后胜出了之后，便鼓励那些脚小的人啊，你们不要放弃，要努力去适应大鞋，不要让小脚限制了你，没有什么不可能的事。大家看出了问题在哪里了吗？发光发热的人啊，由于是竞争下的幸存者，他们会本能地认定自己信奉的态度更可取，更值得被他人所追随。潜台词是你不能适应乐器，就是因为你不够努力。但是如果适应乐器本身这件事都需要靠努力和竞争来获得，那我们只能说这个行业有一种结结实实存在但却刻意避而不谈的低级壁垒，而这种壁垒是为了那些天生拥有特定身体条件的人服务的。你不具备这样的身体条件，那就只能被迫让自己的双手进入这种不公平的、不合理的打鸡血式的痛苦磨练和对抗里。这其实更多只是一种无奈，不应该被当成是人们励志的说辞。实际上，手小的人千万不要低估了长期拉伸、挤压对关节的伤害哦。即便你是从小学钢琴的人，我有一次在澳洲阳光海岸偶遇一位退休的女性钢琴家，她个子很小，手也很小。她的年纪其实不算太老哦，但是2只手都因为长期过度使用而患上严重的关节炎，整个手都变形了，已经没有办法再弹钢琴了。她家的客厅里放了一台平台钢琴。那作为一名曾经的职业钢琴家，他说他仍然热爱着音乐，但是现在想到某首曲子的时候，已经没有办法自己去弹出来，只能放 CD 来听了。当他看着自己的钢琴说这些事的时候啊，那个神情真的是让人看得非常的难过。包括 Narrow Keys 公司的创办人之一，也是职业钢琴家的 Linda Gould， 他也是因为小手在普通钢琴上演奏过度，导致这个手腕受伤，不得不进行手术。这些故事啊，其实反映出一个让人悲伤的现实，那就是所谓的标准钢琴键盘啊，不但正在扼杀许多人的梦想，更是在伤害他们的健康，而这其中大多数都是女性。我知道大多数的人都有一种心态，积极的向所谓的标准靠拢，标准的仪态、标准的谈吐、标准的思想。考试要有标准的答案，人生要有标准的轨道。那当然，弹琴就要弹标准的钢琴。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啊，这个标准是谁定的标准？我把这个问题留给大家自己思考。也许有些人考虑到的是钢琴考级或是未来职业出路的问题哦。其实大多数人不知道，一些世界知名的钢琴家，比如 Joseph Hoffman 和 Daniel Barenboim， 常年一直以来都是使用客制化的窄件钢琴。只不过他们不会公开谈论这件事，因为人们的眼光往往都带着批评和猎污的倾向，而不是同理。
即便是顶尖音乐家也不能幸免。但作为芸芸众生，我想请大家扪心自问，你或你的孩子学习钢琴究竟是为了自己还是为了别人？音乐作为一门艺术，它更该在乎的是自身心灵对美的追求与满足，还是别人的眼光，不论是赞美或鄙夷？我依然把这个问题留给大家自己思考。作为华人，这个议题其实和我们自己更是息息相关。DS 基金会上有这么一段信息：华人群体其实可以贡献很大的力量，因为学钢琴的人群里很大一部分都是华人，而他们的手普遍都是偏小的。中国的钢琴产业应该可以做些什么才对？2019年，我们开始和中国品牌海伦钢琴合作，推出符合 DS 标准的传统钢琴。无论如何，我们过去只有一种钢琴键盘尺寸，这就是我们长年以来必须面对的现实。但是现在不一样了，我们已经有数种不同的窄键钢琴规格，而 5.5 这个规格呢，现在也有用上最新科技的数位钢琴版本，就是我眼前的这台 Athena 雅典娜。我感觉我终于有了一双合脚的鞋，可以好好的走路奔跑了。我不晓得我自己可以走多远，但是至少接下来的这段旅程，我不用再无时无刻去担心双脚的疲劳和疼痛。最后，我想引用 DS 标准的这个字母 D 的主人 Christopher Donaldson 的一句话：钢琴演奏的世界里有2大秘密，第一是如果你有双大手，一切将变得容易许多；第二是如果你有双小手，许多事则变得不可能了。有关钢琴界对琴键尺寸的固执、偏见和歧视，以及这些年越来越多对窄键钢琴的呼吁与需求，我会把我找到的一些连结放在影片说明。如果你对窄键钢琴有兴趣，可以自己去了解一下。小小的一个观念的转变，说不定对你或你的子女就是改变一生的契机。那这期的评测试谈就到这边了。下一期影片我会继续介绍 Athena 的功能、音色和相关应用，以及我从个人角度出发观察到的一些优缺点。我们下期见，拜拜。